大家好，我是老吳。前段时间挖了個坑，聊到暑假的時候，我們一家回國，我和小王去做了個高端體檢，還有一半故事沒講，就是帶小吳去體驗了下國內頂尖的公立3甲兒童醫院。之所以決定回國，一家人去搞這些呢，事情的起因一部分是老吳個人的經驗。今年早些的時候呢，有一天老吳突然肚痛難當，覺得覺都睡不着。雖然後來自然也就好了，我猜是不是一些腸炎或者什麼之類的東西。去看了一下醫生，也沒看出啥毛病。但是呢，出於謹慎，醫生還是給開來做一個腹部 CT， 看看是不是比如說長了一些東西啊或者什麼之類的。我來美國已經20年了，這是我第一次在美國做 CT， 賬單出來還蠻超預期的，全價$2000。由於是高自付比例的保險，自付部分呢是$1800多。這個價格是什麼概念呢？換算成人民幣的話，差不多是1.4萬，可以在中國做2次的全身的 PET CT。可能有人要問 PET CT 是啥，有興趣的自己可以 Google 研究一下。簡單的理解呢，就是一個最高端的全身 CT， 可以利用全身掃描精準的定位一些病灶，比如說實體的一些腫瘤的位置啥的。收費呢，一般也是影像學中間最貴的。而如果在中国做一次局部的 CT 的話呢，價格僅僅需要小幾百塊錢到1000元。也就是說，你在美國做一次局部 CT 的收費是天朝的大概15到70倍。可能有人要問了，這種非常離譜的醫療的費用，是不是如果你買了低自付比例的醫療保險，多花一些保險費就好了？其實這個也不是哈，小王以前也有過這樣的經歷，他在有低自付比例保險的同時，做過有幾次腦部的 CT， 基本上自費一次也要小幾百刀，這個實際上依然是比天朝要貴好多好多。除了看病貴、保險費貴以外呢，就是說如果是你有些長期的疾病，基本上一年小幾千刀到上萬刀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另外一個就是說這邊看病預約非常非常的慢，動輒是要以月來計算的。其他的醫療體驗呢也不咋地，就拿最基本的抽血這個操作來說吧。插進血管那一下，總是很疼，而且我有一大半的經驗，護士需要扎2次才能抽到血，甚至還有一次不知道是護士扎得太猛還是拔得太猛，我就看着自己的血一下子飆出來了，飆得很高，我當時腦子裡只有4個字：血濺當場。也難怪连我們的大總統 Trump 都看不下去了，最近也在大刀闊斧地向醫药企業砍過去，希望這個医藥的費用能降一些。一家人回國體驗醫療服務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小吳真實的醫療需求。小吳總體來講是一個比較健康的孩子。為什麼要去中國看病呢？是因為去年體檢的時候，在美國這邊，然後醫生就發現小朋友身上有些淤青，大概率是他玩的時候磕磕碰碰造成的。但是醫生呢出於謹慎，還是給他做了一些血液的檢查，排除血液類的疾病。沒想到真的查出了毛病，凝血时間顯著超標，還查了幾種凝血因子也略超標。但小朋友呢總體來講看起來還是蠻正常的，也沒有什麼流血不止的情況。於是戰線就拉得很長很長。他這種情況最壞的會被懷疑成血友病，可以做一些基因檢測來確診。但不知道為啥，即便是後來被轉到了 UCSF 兒科去看血液專科的專家，他們也只是反复的讓重新做凝血檢測、凝血因子定量什麼之類的。直到我們第2年暑假回國，半年的時間大概一共做的5、6次，這就很頭疼了。第一個是每次小朋友都要抽大概4管血左右，這小朋友本身都不喜歡抽血，所以每次會哭鬧得很厲害。第二個部分是因為我們是 high deductible 的保險，每一次這個專家門診再加上檢測至少是大概1000刀左右吧，所以也很貴。而且呢，這個 UCSF 的兒童醫院呢，他們家有幾個點，但是離我們住的地方都不近。於是呢，痛定思痛，正好反正暑假我們要回國，我們就決定去天朝的醫院稍微看一看，選一個比較頂尖的這種公立的兒童醫院。上海最好的兒童醫院自然是復旦附屬的兒科醫院。於是我們立刻開始着手準備，回國之前就早早開始掛號。現在天朝的各大醫院的掛號都非常方便，你只要微信搜索這個醫院的公眾號，點擊自費的這樣一個入口，就可以進入掛號的流程。因為是第一次去這家醫院就診，所以你需要填寫資料，生成一個電子就診卡以及2維碼，然後後面的一個繳費啊、拿報告啊、複診啥的也都是用這個碼。未來去同一家醫院呢，還可以繼續用同樣的一個碼，但是去不同的醫院呢，就要重新生成一個碼。也就是說，這個就診的2維碼實際上是不能跨醫院使用的。有了就診碼以後呢，你就可以进入它的主菜單，就有各種常見的選項，例如掛號，例如看報告。這地方掛號呢，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講，選普通门診就可以了。這裡得稍微解釋一下，雖然確實是有專家號或者是特需的門診，醫生也要更厲害一些，但是第一次去看不要直接掛這種號，因為你還有很多檢查要做，有的甚至一天都做不完，要好幾天。而專家门診的時間呢是非常短的，頻率也很低。沒有檢查結果，你直接去看專家其實沒有任何的意義。當然了，檢查都做完了以後，如果有必要就可以掛這種專家或者特需的門診。這個醫院的特需門診呢，網上也可以直接掛，最好提前蠻多，因為這個和普通门診相比的數量會少很多。暑假在上海呢，天气很熱，医院门診是在闵行区那邊，
那邊附近其實有一個地鐵口的，但是要稍微走個幾百米。你如果怕麻煩的話，你也可以直接打車。到了江陰的科室門口，記得一定要去 check in， 表示你來了。這個實際上和美國是差不多的。有的醫院呢，它的科室門口有個護士站，可以幫你 check in。先進一些的醫院，例如這一家，只要你手機掃一下那個二維碼就可以了，然後就等着叫號。可以看這個電子屏，這上面有你的名字，中間一個字是隱去的，也可以聽它的聲音，它會叫你的名字。叫號以後呢，就進了一個房間，這裡就沒有拍了哈。為了提高醫生診斷的效率呢，我們是有充分準備的。我們把小吳的相應的檢測報告都打印出來了，然後帶給他。那個醫生大概40歲上下，讀英文的報告其實也很快，這裡要給他點個讚。然後迅速給我們開了好長的一個檢測清單，希望能一次性把它全部搞定。除了一些血常規、凝血檢測、所有的凝血因子的之類的檢測以外呢，還直接給我們開了一個臨床全外顯子測序的這樣一個檢測。這裡得解釋一下什麼叫全外顯子測序檢測。簡單的說呢，我們人體的絕大部分功能都是由蛋白質執行的，而編碼這些蛋白質的呢，就是我們所有 DNA 序列或者是基因組的一部分，叫做外显子或者是 exon。所有的這些外显子加起來呢，就叫做外显子组或者叫做 exon。以前傳統我們做基因檢測呢，都是個別位點一个一個的測，但是得益於高通量 DNA 測序技術呢，現在可以一次性把所有的外顯子全部測一下，也就是 exon 全部測一遍。這裡面呢就是所有編碼2萬多個蛋白的這樣的一個基因序列，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高通量的檢測技術。那麼這麼牛的檢測是不會很貴呢？在美國它就是，在中國它就不是。可以看到一共花費是2580元。其中外顯子組測序這一個東西呢，就佔了1800，佔了絕大多數，差不多250刀。而其他所有這些血檢以及生化檢測加在一起，花了接近800塊錢，差不多100刀。相比之下，如果在美國做這個臨床外顯子組測序的話，至少是需要幾千美金，而這些血檢也至少是需要大概1000刀左右。也就是說，跑這一趟，我們大概省了90%的醫療費用。小朋友呢卻很無奈，因為一口氣抽了他5管血，但是沒辦法，也只能忍了。國內大部分檢測結果出得很快，例如我們這一次除了那個外顯子測序，其他的都是在2個小時以內就出了結果。這樣的話呢，其實可以在醫院稍微等一會兒，然後去自動打印報告的那個機器上直接掃碼就可以打印出來這個報告。這種多功能的機器呢，還可以掛號、繳費和打印發票啥的，實際上還是蠻方便的。等報告呢，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直接拿着報告當天就去複診，不用額外掛號，這樣的話就省了你再去一次醫院。另外一種報告的形式是電子文檔，通過手機就可以操作。你回到前面那個主菜單，點就診檔案，然後點檢測報告，就可以看到你檢查項目的列表，再點進去就是結果。在美國檢查了好幾次的凝血時間，它都是超標的，但是在上海這一次居然它正常了。後續的基因檢測的結果呢，也沒有發現跟血友病相關的這些基因突變。唯一稍微遺憾一點的就是說呢，還有個別的凝血因子可能還是低於這個標準的區間。總之消息還是好消息的，後續還需要再觀察一下。當然使用的過程中間呢，也發現他們的後台實際上是有一些 bug 的，比如這裡的基因檢測的報告是一個 PDF 報告，實際上是沒有辦法查看，也沒有辦法下載的。再比如這裡的這個電子病歷，實際上點進去是沒有內容的，如果有的話會更好。總結對比一下中美在體檢和就醫方面的一些體驗對比，中國呢是完勝的。在美國這邊呢，首先預約很麻煩，週期很長。如果你是一些複雜的項目，例如專家門診、一些高檔的檢測，往往是需要跑好幾個點才能做完。問診也很拖沓。報告的週期呢，以常規的比如說血檢或者一些生化檢測為例，一般是24小時以內，而中國是2個小時以內。這個區別在於，美國很多的項目是要外送到大型的公司，例如 Quest 來做的，而中國都是在院內檢驗科就直接做掉。從費用上而言呢，不管是保險費、問診費、檢測費還是治療費用，美國至少比中國要貴幾倍到幾十倍。而由於保險公司的制約，一些高價但有效的診療方法，例如我們這裡提到的基因檢測是很難開出來的，這樣很耽誤病人的診斷和治療。一通說完，我自己都有點不想在美國退休了。當然了，咱也不能昧着良心說美的的醫院體系一無是處，有幾個方面天朝的醫院還是可以改進的。首先是中國醫療資源利用率是很不相同的，不同的醫院差別也很大。例如三甲醫院，特別是頂級的三甲醫院，一般都是人滿為患，而差一些的醫院則人要少很多。例如我們這次去也是直接奔着上海最好的兒科三甲醫院去的。不得不說，醫療設施和醫生的水平，不同的醫院之間也是有差的。一些疑難雜症最好還是去一些頭部的三甲，但是小毛小病去大醫院的也不少，這就造成了一邊頭部醫院醫療負擔很重，一邊次一些的醫院醫療資源利用很不充分。這方面呢，美的則很不一樣，屁大點的診所預約都要排很久很久。
第二點，美的可能稍微好一些的地方是診療環境和隱私性。美國的醫院和診療室都是那種很小的隔間，基本算是整潔和私密的。中國的頭部三甲醫院呢，雖然大樓現在蓋的都很氣派，診療室理論上也是獨立的隔間，但是我猜大部分觀眾可能都會遇到如下一種情況，就是你在看病的時候，突然有其他的病人衝進來要幹點啥事兒。一般呢也確實是有一些着急的原因，例如病人太多了，他怕看不上。但如果你是正在就診之中被打擾的病人，這種體驗就很不好。當然了，老吳也去過幾家上海高級一些的私立医院，那自然就和美的比較類似，甚至更好更新，費用也比较接近。總體來說呢，如果分级診療不能實現，私立醫院不能更多起來的話呢，那麼現在這種狀況就很難改善。第三是醫院之間那堵無形的牆。中國的医院现在虽然都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信息化，有比較完整的電子病歷等相關的病人信息，但是醫院之間並不共享。這一方面呢，與相關的管理政策有關，不好展開講。另一個主因是責任的問題，例如 B 醫院用了 A 醫院的檢測結果進行診斷和治療，如果出了問題，誰來負責？是出檢測數據的 A 來負責呢，還是診斷和治療的 B 來負責呢？當然，這裡面還有敏感信息的授權的一個問題，目前還沒有這樣一套明確的體系和制度，大家自然寧可不碰。醫院之間本身也存在競爭的關係，也沒有動力去推動。不同醫院之間，由於檢測和診療水平的不同，信息化平台的不同，各種標準不同，也給共享信息帶來了很多實操的一個困難。我以前就經歷過這種情況，家人有大病需要做手術的評估，去了好幾家上海的三甲醫院，每家都得做蠻多重複的檢查，結果大部分醫院手術都不敢做，兜兜轉轉的，浪費了病人治療的窗口，也浪費了時間，也浪費了錢。美國這方面就要好很多，這裡就不展開講了，不然要逼好久。原因主要是一個，病人有完全的病歷訪問權，可以自己下載轉移。另外，區域內的醫療體系有醫療信息互換平台，而且電子病歷系統高度集中在2家的軟件。例如，最主要的玩家就是這個叫 Epic 的電子病歷軟件，總體就相对比較容易互換和共享病人信息。蠻誇張的一個真實案例是，本來小吳暑假以後是預約了又要去一次UCSF 兒科醫院抽血，重新做凝血以及凝血因子的檢測。我們去到那邊的時候呢，醫生聽說我們在中國查過了，也做了基因檢測，直接說這次不用做了。不知道是心大還是真心互相信任互相的結果。好了，說了半天中美醫療互相的優劣，雖然沒有完美的醫療系統，但兩者相較取其重，從患者的角度，我還是會果斷的選擇中國的醫療，主要是價格和效率實在是太香了。好了，如果大家喜歡老吳的視頻，歡迎大家點讚、訂閱加收藏，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下你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或者說你有什麼經驗希望分享給大家，也歡迎你寫一些東西，謝謝。